关于火星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以及争议有待解决了。比如最近科学家们争议的一个焦点就是火星的过去究竟像不像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温暖而潮湿？尽管现在的火星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片干燥荒凉的沙漠景观，但自从1965年水手4号为人类拍下了第一张火星特写照片之后呢，就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于望远镜、卫星和探测器的证据，让科学家们相信这颗红色星球在几十亿年前其实镶嵌着不少的蓝色。也就是说，它有着温暖而潮湿的过去。那么，科学家们是通过什么样的证据来判断出这一点的呢？而如今为什么又会产生争议了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故事开始于火星南半球那些纵横交错的山谷网络，它们看起来非常像我们所熟悉的地球上的河流流域。再加上很早以前我们就已经在火星的两极上发现了冰盖，所以就让大多数的天体地质学家，就是那些专门研究其他行星的地质演化的科学家们，相信这些火星山谷就是由河流沿着山腰流淌而下所造成的。沿着这条思路科学家们于是就想弄明白，到底当时有多少的水在火星表面流淌？是偶尔的季节性雨水呢，还是小溪、河流，甚至是海洋呢？为了找到这个答案 ，NASA 的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手段，研究火星大气中水分子的组成成分。具体是这么做的他们使用3台地球上最强大的红外线望远镜拍下了大量的火星大气照片。这些照片能够展示出不同位置、不同季节的火星大气中所包含的普通水分子与重水水分子之间的比例大小。重水即是用氢的同位素氘来将原本 H2O 里面的2个 H 氢替换掉之后所形成的化合物，性质上跟普通的水差不了太多，但是在火星的水循环当中呢，却能够比氢更容易留下来。相反氢很容易就消散到宇宙当中去了。研究人员发现火星极地冰盖中剩下来的水里面的氘含量异常的丰富，这就说明大量的由氢组成的正常的水已经流失掉了。它们原本其实要比现在丰富的多才对那到底有多丰富呢？科学家估计出来的结果是比现在要多出至少5倍，足以形成一个覆盖火星表面20%面积的海洋了。这个结论就充满想象力了既然火星表面曾经被水包围，那就说明那时的火星温暖而潮湿，而生命都爱温暖潮湿，那意味着曾经的火星大概率是存在着生命咯。不过美好的想象总是容易被现实给击破。另一组研究人员在仔细地分析了来自火星全球探测器的数据后宣布，这些曾经被认为是由水流造成的山谷，其实是由冰川运动引起的。火星早期还是既冷又冻。好吧，那他们的判断依据又是什么呢？是直接观察这些山谷的物理特征，并且选择的样本还特别多，将近10300个。这些山谷的数据由 NASA 在1996年发射的火星全球探测器上搭载的轨道激光高度仪花了10年的时间收集来的。它通过向火星表面发射红外线激光脉冲来测量这颗行星表面不同部分的精确高度。所以你看采用不同的工具，使用不同的方法，建立不同的模型，是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的。科学就是这么既有趣又无奈。火星早期究竟是温暖潮湿还是寒冷冰冻呢？估计科学家们还要再继续吵上一阵子。但不管吵出什么结果，对我们而言都是一口大瓜。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咱们一起吃瓜哦。